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迪麗熱巴滯留風波，一場看似偶然的轉機事故，為何點燃整個內娛輿論場？從巴黎時裝週風波看頂流藝人與經紀公司的博弈邏輯。在娛樂圈，每一次看似偶然的意外，往往都隱藏着更複雜的結構。尤其是當事件發生在合約更替、資源重組、藝人發展路線調整的關鍵節點時，它幾乎不可能只是一次簡單的行程問題。最近引發廣泛討論的迪麗熱巴滯留迪拜錯過巴黎時裝週 Dior 大秀事件，正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。從表面看，這是一場因為航班轉機而導致的行程事故，但在輿論不斷發酵後，人們逐漸發現，這件事所牽動的其實遠遠不止一次航班延誤，而是一場涉及經濟合約、品牌資源、行業格局與輿論話語權的複雜博弈。而更微妙的是，一句來自另一位女演員王楚然團隊的文案：“巴黎不是用來轉機的”，恰恰成為點燃這場風波的火星。這讓原本屬於幕後操作的行業邏輯，突然被擺上了公眾輿論的顯微鏡。一次轉機事故為何會變成輿論風暴？事情的起點其實並不複雜。按照原計劃，迪麗熱巴將以 Dior 全球品牌大使身份出席巴黎時裝週的2026秋冬女裝成衣大秀。這不僅是品牌方每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，也是藝人國際時尚資源的重要體現。然而，就在行程出發後不久，意外發生了。迪麗熱巴的航班選擇並非直飛巴黎，而是經由迪拜轉機。由於國際航線受到突發因素影響，航班銜接出現問題，最終導致她滯留迪拜機場，無法按時抵達巴黎，遺憾缺席大秀。官方的解釋是不可抗力，但問題在於，對於普通旅客而言，這或許只是一次不走運的旅行經歷，但對於一位頂級流量藝人來說，這樣的安排顯得格外反常。原因很簡單，頂級藝人的國際行程通常會優先選擇最穩定的直飛航線。不僅如此，大部分品牌方都會提前為全球大使安排專屬行程協調，甚至包括商務艙或包機安排，以確保重要活動不會受到影響。因此，當非直飛轉機這一細節被曝光後，輿論開始迅速發酵。很多業內人士提出一個問題：為什麼一位頂級品牌大使會在如此重要的活動上選擇轉機航班？合約到期節點，巧合還是信號？如果單看航班安排，這件事或許仍然可以解釋為成本考慮或臨時安排。但當另一個背景浮現時，事情就變得耐人尋味了。迪麗熱巴與嘉航傳媒長達13年的經紀合約即將到期，這段合作關係幾乎貫穿了她整個職業生涯。從克拉戀人的高文，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鳳九，再到後來不斷積累的影視與商業資源，嘉航傳媒在她的發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但近年來，雙方關係的微妙變化也逐漸成為業內討論的話題。許多行業觀察者認為，隨着迪麗熱巴商業價值不斷上升，她與公司之間的利益結構也在發生變化。簡單來說，當藝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頂流之後，他對資源的依賴就會逐漸降低。這也是娛樂圈常見的頂流獨立定律。當藝人擁有足夠的品牌號召力和市場影響力時，自立門戶往往成為一種自然選擇。因此，在合約即將到期的時間點上，任何資源安排的變化都會被外界放大解讀。這次巴黎時裝週事件正好發生在這樣的敏感時期，於是，一個疑問開始在粉圈和行業內傳播：這次轉機安排是單純的行程問題，還是資源態度的變化？娛樂圈的冷處理邏輯。
在娛樂產業內部，有一種並不公開但廣泛存在的操作方式，被稱為資源冷處理。當藝人與公司之間的合作進入不確定階段時，公司有時會逐漸減少資源投入。這種變化往往體現在幾個方面：行程安排優先級下降，宣傳資源減少，商務活動支持力度降低，公關團隊反應速度變慢。這些變化並不會突然發生，而是以一種相對隱性的方式逐漸體現。因此，當迪麗熱巴因為航班問題錯過 Dior 大秀後，很多人自然會聯想到這種行業邏輯。當然，目前並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，但在娛樂圈裡，輿論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放大效應。當粉絲開始產生懷疑時，整個事件就很難再回到單純的航班事故層面。一句文案為何引爆粉圈？如果說迪麗熱巴的滯留事件是這場風波的導火索，那麼真正讓事件徹底爆發的是另一件事。在巴黎時裝週期間，王楚然團隊發布了一段幕後花絮視頻，其中一句文案寫道：“巴黎不是用來轉機的。”雙引號。這句話原本出自經典電影台詞，單獨看並沒有明顯問題，但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，這句話顯得格外刺眼。因為此時迪麗熱巴正因為轉機滯留而錯過大秀，於是大量網友開始質疑這句話是在影射誰。雖然王楚然團隊並未回應相關猜測，但粉圈之間的情緒已經被徹底點燃。短短幾個小時內，各大社交平台評論區迅速被攻占。迪麗熱巴粉絲認為這是暗諷，而另一方則表示只是普通文案。最終，這場原本屬於行程事故的事件，演變成了一場典型的粉圈輿論大戰。資源更迭期，新人與頂流的微妙關係。在娛樂圈的發展週期中，總會出現一種特殊階段。舊頂流仍在，新勢力正在崛起。這種階段通常伴隨着資源重新分配。近年來，隨着影視行業格局變化，新一代演員正在不斷湧現。王楚然正是其中之一。他憑借幾部影視作品逐漸獲得關注，並在時尚領域開始獲得更多品牌青睞。而迪麗熱巴則屬於已經站在頂峰多年的成熟頂流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兩人的巴黎時裝週同場本來就具有某種象徵意義。當藝人缺席、藝人亮相時，輿論自然會產生各種聯想。這其實是娛樂產業的一種典型敘事結構。觀眾喜歡看到更替的故事，即便現實遠比故事複雜，但媒體和粉圈往往會將事件簡化為新舊交替。時尚資源，娛樂圈真正的隱形戰場。很多觀眾可能不太了解，在娛樂圈裡，時尚資源其實是極其重要的競爭領域。尤其是巴黎、米蘭、紐約和倫敦4大時裝週，能夠坐在秀場頭牌的藝人，通常代表着品牌在市場中的核心合作對象。對於中國藝人來說，國際品牌大秀不僅是曝光機會，更是一種行業地位的象徵。因此，每一次時裝週出席名單都會被業內仔細分析：誰坐在前排，誰穿了高定，誰獲得了品牌單獨採訪。這些細節都會被視為資源等級的體現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當迪麗熱巴缺席 Dior 大秀時，外界才會產生如此強烈的討論。迪麗熱巴的獨立時代可能到來。如果把時間線拉長來看，這次風波或許只是一個更大變化的前奏。娛樂圈歷史上，很多頂流藝人都經歷過類似階段。當合約到期時，他們往往會選擇3條不同的道路：繼續續約、成立個人工作室、轉投新公司。而近年來，越來越多的藝人選擇第2條路，原因很簡單。個人工作室意味着更高的自主權，藝人可以直接與品牌合作，
也可以自主決定項目選擇。對於已經具備市場號召力的明星來說，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模式。因此，如果迪麗熱巴未來選擇獨立運營，其實並不會令人意外。輿論背後的現實，娛樂圈從來不是童話。這次巴黎時裝週風波，其實揭示了娛樂產業的一個核心事實：娛樂圈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明星舞台。在光鮮的紅毯和閃光燈背後，是複雜的商業結構。藝人、經紀公司、品牌方、資本平台、粉絲群體，所有人都在這個體系中尋找自己的位置。一次航班延誤可以成為輿論焦點，一句文案可以引發粉圈大戰。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，其實都反映了行業內部的敏感神經。結語：一場風波也是一面鏡子。從迪麗熱巴滯留迪拜到王楚然的文案爭議，這場巴黎時裝週風波最終成為了一場全網關注的娛樂事件。但當情緒逐漸平息後，我們或許可以更冷靜地看待它。在娛樂圈裡，每一次輿論風暴都是一次行業生態的縮影。它讓人們看到資源如何流動，權力如何博弈，明星如何在複雜體系中尋找自己的位置。而對於迪麗熱巴來說，這次事件或許也只是她職業生涯中的一個小插曲。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她接下來會走向哪裡。因為在娛樂產業中，真正決定一個藝人未來的，從來不是一次航班，而是他在行業格局中的位置。而這個故事顯然還沒有結束。